大家好，我是 K 君。最近《十字军之王3》的全新 DLC 普天之下即将上线，东亚地区呢终于正式加入版图了。很多玩家呀应该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想要尝试一下这款游戏。不过呢，众所周知P 社的大战略系列是出了名的复杂一般人一开始很难玩得懂。所以呢，我就想做一个纯新手向的教学系列，带你一次搞懂快速上手，然后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我的这个教程系列呢，将采取边玩边教的模式我就直接开一局游戏，然后呢，在各个阶段当中逐步给大家讲解游戏内系统。这样子呢，大家可以跟着我直接上手玩一局，不用先看一大堆什么界面介绍概念介绍这种太过于枯燥了，还不容易记住。所以呢，希望我的这个教程形式也能对你有所帮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我的游戏是安装了全部 DLC 的。如果你在跟随着游玩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事件或者操作你那里没有也不要慌，先去确认一下是否缺少了对应的 DLC然后再看一看我的游玩过程当中它对游戏体验的影响你喜不喜欢，再决定呢要不要入手。好，闲话就这么多，咱们直接开始一个新游戏。然后呢，我们就面临了第一个艰难的选择，我要扮演个谁呢？我推荐呢，作为一个纯新手的小白，一开始最好不要点击左下角这里从所有角色中进行选择，也不要使用自定义的角色最好呢就是选择游戏推荐的这一些角色，而且尽量找那些难度为简单或者中等的来玩。我这里呢会选择破碎的伊比利亚剧本，以卡斯蒂利亚的桑乔国王开始。所以呢，我先确定上方的年代点这里，然后呢在左侧选择剧本破碎的伊比利亚，然后找到桑乔我将以他开始游戏。不过呢，在我们确定了角色之后还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需要先明确出来的，那就是呢，我们的这一局游戏最终目标是什么作为一个新手先不要想着当什么酋长之类的，这个太远大了，时间太久了。我推荐的是呢，先把目标定小一些，比如说我选择的这一个西班牙地区的基督教国家领主，那么呢，我就可以把这一局的终极目标定为完成收复失地运动，也就是西班牙语中的 Reconquista， 统一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西班牙帝国。那么呢，如果你选择的是其他角色比如说这个教程关卡推荐的蒙斯特小国王开局呢，就可以把目标定为先统一爱尔兰，然后再涉足不列颠，最终建立大不列颠帝国以这样一个目标。当然了，这里说的呢都是比较宏大层面的游戏目标，建立一些王朝和帝国什么的。但是 CK3 它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游戏，而是一个家族传承游戏。我们扮演的呢是一个一个的家族成员，他可以是国王，也可以是公爵，或者是伯爵，甚至呢是没有领地的流浪骑士都可以。游戏本身呢也没有固定的终点和目标，你只需要有一个继承人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了。无论你在军事政治上是否成功，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独特的游戏体验。所以呢，在大家学会如何游玩之后，就可以随意制定自己的目标随心而玩但在我这个教程系列里面呢，为了覆盖更多的游戏玩法还是以征服领土、建立霸业为目标来展开。好，我们确定好了目标呢，就可以进入游戏了。游戏一开始是帮我们暂停好时间的，这里呢就可以说一下了本游戏呢是可暂停的实时战略游戏，并不是回合制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在这里呢它会显示我们时间是暂停的还是正在流逝的。然后呢，我们按空格键就可以让它暂停或者是继续走时间。按小键盘的加号和减号呢，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时间流动的速度这个呢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快捷操作，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在你思考重要决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暂停游戏，不然呢很有可能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整个局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一开局切记不要立刻让时间流逝，我们有非常多的事情先要去做。第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先点击左下角这里的这个按钮，打开文化界面，然后呢在这里打开革新页面，看一看我们宗室特权革新有没有这一个接触加成加40%的这一个。这个游戏的随机性很强这个加成呢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它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决议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这里一定要事先确认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加成还是得重新开局游戏把它随机出来。然后呢我们还得顺手点一下这一个宗室特权的革新，把我们的文化研究重心放置在它的上面。这样子呢只需要20多年，在我们第一代君王还在世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这一革新。顺便一提啊，这个游戏中的所有信息界面呢，在打开之后，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被固定住。你可以注意看界面右上角的这一个计时图标啊，它转满1圈之后呢，这个界面就会固定住了。你呢就可以把鼠标移进去，进一步查看一些关键词或者角色的信息了啊，就像这样啊，你看我可以再打开啊，定住，然后呢再打开啊，一直打开，做这么多层。好，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当中最重要的界面啊，就是最上面的这一条，在这个位置，它这里显示的呢都是最重要的待办事项，最好啊是每一项都把它处理掉。然后呢，在这个重要的待办事项旁边啊，这里面是可以打开的啊，这个叫做当前形势，它里面显示的呢就是一些优先级没有那么高的事项。你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做还是不做啊。当然了，在我们教程里啊都是我会告诉你啊做还是不做。然后呢，在这一些待办事项和形式的右侧呢，就是我们的所有资源了。可以简单看一下，有这个金钱、威望、前程、宗族等等，这些具体是干什么的呢？你先别管啊，只需要知道啊，它们都是货币，是用来花的。只不过呢，不同的事件啊会需要花费不一样的这些资源啊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是这些资源啊，上面大的这个数字是你当前拥有的量啊，就是储量。下面的这个小数字呢是每个月的收入啊。当然，如果它是负数呢，那就是每个月会减少了。好，在右边这个什么军队数量啊和直辖领地的限制这一些啊，你也先别管，我们后面再看啊。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待办事项这里来，我们一步一步走，先看这一些重要的事项。好，这个上面呢，现在是有3个重要的待办事项。我们先来看这个最简单的结婚啊，最好理解的啊。我们除了点击这里呢，可以直接开启安排婚姻的界面以外呢，也可以点左下角我们这个角色的头像，点击它，这样子呢可以打开我们一个角色的信息面板啊。任何角色都有这种信息面板，我们大概来给大家看一下。最上面呢就我们角色头像啊，什么继承人是谁，然后呢这边是他的配偶啊，没有配偶呢，你就可以这样点击，然后安排。跟这一样的安排婚姻，然后呢，接下来是它一些特性啊，这先不管啊。比较重要的呢是这里，这是它的属性，也就是所谓的武为，再额外加一个勇武啊，勇武就是他个人的武力值啊，战斗能力怎么样？这些属性具体干什么的，我们后面玩的时候就知道了。现在先不用管它，只知道在这个地方是有属性的。后面有一些什么宗教啊、文化啊、家族啊什么的，那我们以后用到再说。底下呢这些是它的资源啊，先不管啊。这一块区域也是比较重要的，是我这个角色当前拥有的头衔，这是他已经有的头衔。下面呢是他有的宣称啊，这个在我们后面查看一些什么我要去攻打谁啊，这时候就比较有用啊。再下面这一块呢是他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这里呢第一个标签也是他的亲族，什么他的父母啊、外祖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啊，一些都显示在这儿。这个到时候我们找人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用啊，找这种关系的时候比较好用。第二个呢是一些什么被监护人、朋友啊、仇敌啊之类的啊，在这里。再一个呢是廷臣啊，这个呢就一般不从这儿看了啊。再往下呢是他这些封禅，一般也不从这儿看，所以最重要的啊，其实就这2个啊，亲族是最重要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角色的面板。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打开这个安排婚姻这个界面。这种安排事项的界面呢，上面都是这个参与人，下面呢就是一些候选人啊，你可以选的这些人，它呢有各种排序的方式，我们这先不看，太细节了啊。但是呢，这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结婚找谁呀？这里这么多人，找谁才好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是什么？托斯卡纳女公爵，你看它是属性特别高。我们配偶的属性呢，对于我们自身啊是比较有用的。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小孩呢，它的属性会跟我们这个父母角色的属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其实结婚啊，在这一个游戏当中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呢可以带来结盟。所以呢，我们特别是第一代游戏早期的时候，第一代王。我们这种结婚啊，或者说是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婚姻的时候，第一个需要考量的就是要找什么样的盟友。通常来说呢，是找一个离自己比较远的、实力比较强劲的这么一个国家吧，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离得近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跟他攻伐什么之类的，所谓远交近攻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法兰西、神罗、
英格兰就不要选这个现在的哈罗德20啊，因为很快呢他就会被干碎掉啊，被这个诺曼底公爵威廉2世啊，现在他的称号叫做私生子啊，等他打上去就叫征服者威廉了啊，很快会被干碎，所以不要选他。我们有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就要开着这一个天眼啊，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种盟友。所以呢，我们选威廉也是可以的，虽然他是诺曼底公爵，但他以后可以成为英格兰国王。这个游戏的随机性比较强啊，我们现在呢我能找到的这一些配偶呢，说不定在你玩的时候找不到，所以大家就多看一下。比较推荐的就是什么法兰西啊、神罗啊、威廉啊，布列塔尼勉强可以啊，或者北部的苏格兰也行啊。我们这里呢，先看看法国吧。除了点击这里啊，或者呢，点击我们角色这个地方，打开婚姻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找定我们想要结盟的这个对象，我们只找他，右键他安排婚姻。这种方式打开呢，它只会显示对方能够操纵的人啊，就是在对方势力范围内，他可以选择啊，他来给我们安排的。这个安排婚姻啊，不是安排这2个人，不是安排我们的桑乔和这个国王斐利结婚，不是的，是我们是以2个首领吧，以2个国王的身份来对话啊。我们这个势力当中有些人跟你们联姻，可以看到左侧呢是选择我们势力的人，谁都行啊，谁都可以。然后右侧呢会选他的，我们先选左侧啊，就是我们自己要结婚。刚好看，他就直接把他对面宫廷当中所有能够结婚的人物呢都列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法兰西的公主埃玛，她呢是11岁，这个年龄的话是16岁才能正式结婚啊，11岁是不行的，这叫定娃娃亲，这个只是订婚。我们可以看一下她的这个关系，她跟当前的法国国王呢是兄妹的关系，这样也行吧。我们的这个孩子呢，如果说后面有小孩的话呢，对于这个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就是宣称比较弱，没有那么强，因为她是母系的，而且还是姐妹啊，除非以后斐利没有孩子啊，他孩子死绝了才轮到我们。好，那么这个年龄呢，我个人推荐啊，是选取一个，就如果是男性角色啊，选新娘的话，选年龄小一点。因为我们子嗣太多呢，会牵涉到继承问题，所以有孩子就够了，最好是只有一个男性的后代，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继承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个在后面再说。我们呢选择他，看看底下呢他会接受吗？会接受啊，有的时候他会不接受啊，那你没办法，只能找一些其他人。好，那我们直接点求婚，这样子呢，我们这个结婚的事项啊，它就消掉了，就搞定了。但是呢，你看对方还没有选择答应还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状态呢还是未婚状态。这个是因为啊，我们这一个求婚的信使要跑一段时间，过几天才能到达法国，他才会说啊，要回复我们，信使还要跑回来告诉我他愿不愿意答应这门亲事。所以呢，我们要跑时间之后才可以看到结果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不用管它啊，就先这样子。我们第一步的这个婚姻呢就搞定了这个事项，我们再来看第2个事项。这个第2个事项呢叫做生活方式，我们除了点击上面把它打开呢，也可以点击左下角这里啊，生活方式的界面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一直在这，我们可以把它打开。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跟我们的几项属性相关的，外交、军事、管理、谋略和学识，额外再多一个漫游。这几个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现在先不管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在这种位置，比如说在一个名字的边上，它呢会有一个什么几杠多少的一个技能，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角色啊，它预设好已经在这一个生活方式上投入了技能点了。对于我们的桑乔2世来说呢，就点军事。大家也不用管具体为什么，先跟着我做啊，先学会操作。然后我们点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啊，它是在这个3条技能树当中，在最后面一条侠义骑士这里已经点了4个技能了。那么呢，我们对于桑乔来说，第1代王啊，需要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军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选择这个军事作为他的生活方式。每一个生活方式呢，有3个重心在这里啊，每一个重心具体干什么呢？奖励都写在这了，非常的直白。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想让他增加多一些的军事能力，因为很快就要跟自己的兄弟们开战了啊，抢地盘，所以呢，我们只点这个策略重心就可以了啊，选择它。
这样呢，我们生活方式就选好了，它呢每个月就会给我们增加经验啊，经验满1000，我们就多一个技能点，可以进来点技能。好，这样子呢，我们的第2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办完了啊。最后一个呢，叫做可以举办朝会，这个咱先不举办啊，后面再说。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里面当前形势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游戏的随机性很强啊，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了，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形式里面的事件呢，可能会跟我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些是一致的，比如说没有雇佣私人医生啊，这一条是一定一致的啊。至于这个不受总主教拥护啊，这是不一定的，有可能拥护，有可能不拥护。然后呢，底下有一些信息啊，什么继承人在头衔的顺位继承中，我在头衔顺位继承，这个呢，在现在没有什么意义啊，在以后有可能有意义。你可以突然发现，哎，我能继承谁谁谁的地方，然后想办法阴谋把前面几个顺位继承人全部搞死啊，然后我就直接兵不血刃啊，继承一大片领土进来啊。这个呢，先不管，我们从上面一个个看。通常呢，这一种颜色是深色的这种事项呢，是对我们不利的。需要优先处理一下，然后绿色这一些呢是对我们有利，并且呢是可以现在就去做的事情。当然了，可做可不做。我们现在大家先跟着我操作啊。我们先点这个私人医生，任命私人医生。这个界面后面怎么打开的话，先不重要，我们先点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选择任命私人医生的时候，这底下人呢都有一个称职度，这比较重要，显示在这里。这些是候选人。称职度越高的呢，会排在越上面，所以大家不用往下滑啊，直接看最上面，都是较差，所以这样不太好。我们就不任命这些人，刚才那些是我们宫廷里面人，他可以任命的，我们直接点这里啊，招募宫廷职位，寻找医师。好，点击它，我将获得2名候选人啊，确定好。然后呢，我们这个事件啊就处理完毕了。雇佣私人医生，我们要过一段时间，跑时间以后呢，他才会找到合适的人选来问我们，所以这一项呢，相当于已经处理完了。再往下，这个不受我的总主教拥护，这个比较重要，我们点开看一下，这个他呢是我们当前的总主教，我们呢就对他执行一个计谋吧。这个计谋是什么，大家不用管啊，先照着我的做。如果你的总主教不拥护你的话，也就这样做一下。点击它了以后呢，这里就会启动这个计谋，我们启动。但是成功概率略低啊，这个先不管它。好，接下来可以驻扎士兵的军团，这个呢我们可以先不管啊，先不管。然后呢，我们可以发动战争啊，我们现在可以对什么人发动战争？在这个游戏当中啊，发动战争是需要理由的，要找借口的。那所以呢，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啊。当你有借口的时候呢，这边就会给你列出来，你可以对谁发动战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先不发动。再往下呢，什么创建头衔啊，这个呢也不管。创建头衔啊是要花钱的啊，我们的钱在这儿，先不管它。啊，再往下，我可以跟谁结盟？哎，这个就比较重要了，这比较重要。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些潜在的同盟，还有这一个同盟，可以看一看。这是我的姐妹。女亲王乌拉卡，她呢，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她在这个地方，她有500的兵力。然后呢，还有什么莱昂国王？莱昂国王是我的兄弟啊。然后加利西亚的国王，加利西亚在这也是我的兄弟啊。不跟他们结盟，所以这几个结盟并没有用啊。再往下呢是这些，然后骑士不足啊。这个骑士不足呢，我们是需要去管一下的，因为骑士是提升我们军队的战斗力的。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这个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点开，也可以不从这点开啊。我们点这里决议，右侧这个边栏，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栏。我这里先不说啊，大家只要知道这边有一个工具栏就行了。我们先看这个底下，在这儿有个决议，你也可以按 F8把它打开。打开了以后呢，往下滑，在廷臣决议这里呢会有一个邀请骑士，我们直接点一下，花费我们的威望。这就之前说上面这些货币什么时候会使用它，这时候就要用到了。我们进行这个决议，我们派出传令官，花费150的这一个威望，邀请一些骑士。好，这个事情呢就安排好了。好，那么到这一步呢，我们差不多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还剩最后一个事情，什么呢？我们打开这个地方，军事啊，在这里给我们的这个军队啊增强一下。这里呢稍微讲一下这个军队是怎么作战的。我们先点开这个，我们现在有，这里显示呢是我们是有3支军队啊。
中世纪时候的这个军队呢，是以我们这种领主他自己的私人军队，这都是我的私人军队，都属于是精锐，以及呢一些征召兵，我们放在这里啊，可以看到。征召兵有1500，然后呢，我们其他的军队啊就在这个地方，400个骑手，100个长枪兵，100和10个投石机，投石机是用来攻城的，是攻城武器。然后呢，这种什么征召兵啊，就都是田线宝宝的炮灰，非常的不经打，真正有战斗力的是这一些。然后这些兵种呢是有相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到这个长枪兵啊，它就会告诉你，它克制轻骑兵、重骑兵啊，总之就是克骑兵。然后呢，这一种骑兵呢，它是克这个弓箭手。然后我们作战，我们骑兵比较多，我们会比较害怕对方的长枪兵，所以啊，我们就要看什么样的士兵是可以克对方长枪兵的。我们呢，增加一个新的军团，在这里注意啊，写了一个3-5，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最多只能创建5个军团，再多就要吃惩罚了，那不好。所以呢，我们一般就不要超过这个上限。我们点一点这些兵种啊，看一看，哎，这个披甲步兵克制长枪兵，长枪兵不管啊，弓箭手克制散兵，那看看这个轻步兵是散兵啊，散兵克制重步兵，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招募一个军团的披甲步兵，这样呢可以克制对方的长枪兵，让对方的长枪兵在打我们骑手的时候自己也没那么痛快。好，同时呢，我们可以再看一看，还有谁是克制重甲的？这个散兵啊，轻步兵是克制重甲兵的，所以当对方有散兵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再雇佣一个弓箭手的部队进来。然后我们这个军队刚进来是只有5个单位，并没有满员，是要度过时间让他们满员的。好，然后呢，我们再雇佣一个，看一看我们刚刚花掉了金钱，现在没钱了，只有64了。然后底下这个呢，是我们每个月增加多少？刚刚我们增加了这些士兵啊，现在人数还很少，没有体现出它的维护费。当它人数涨满了以后，会额外消耗这个维护费啊。你看这个披甲步兵满员的时候是 1.08 的维护费，弓箭手100满员的时候是 0.54 的维护费，所以呢，这个钱啊是要预计着用的。好，那么到现在呢，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些事项都处理完毕了，我们就可以啊点击举办朝会了。举办朝会呢，除了直接点这个按钮啊，也可以在右边栏的最下面点朝廷啊。我这里呢，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点进朝廷之后呢，上面有3个标签页啊，在最左边的这个御座厅右下角就可以举办朝会。举办朝会呢，也是需要花费100点的威望。我们点进来以后啊，这其实就是农民进来请愿啊。我们坐上宝座，示意卫兵打开大门，一大群人鱼贯而入啊，其中一些在我御座前排队。好，上来吧，第一个人靠近。你也可以选第2个啊，直接不办朝会，但是呢会降低你的合法性，这不好。第一个来的这个人啊，玛丽娜，这种界面呢也是大同小异的啊，这种事件相关的人物都会显示在边上。一个农民拿着请愿书走上前来。他说啊，他要给他这个克拉塞拉市的阿斯图尔莱昂人建一个纪念碑，但是呢，他市长不肯拨钱。这个市长说啊，他这个纪念碑是为了嘲弄我们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卡斯蒂利亚文化。我们看一看，拆毁它还是正式批准我们2个选项。我们每一个选项呢，在这个游戏里面都会给你展示出来它对你的影响啊。比如说呢，如果我们选择拆毁它，就会获得这个专横的纪念碑，持续15年啊，几乎是我们一辈子啊，使民众的好感度减15%，并且呢危险加5%，但是呢让我们的这个文化转变速度加10%。第2个呢是正式批准重建，我会需要花25的金币，然后呢获得满意的农民，加25的好感度，减5的危险啊，但是呢会提升文化接受度。这个呢基于我现在的这个流程啊，我是希望保留我们自己的卡斯蒂利亚文化，不希望它进行这种文化融合，所以呢，我这里情愿吃这一个惩罚啊，吃民众好感度的惩罚，把它拆毁掉。我要保留自己的文化。大家呢，在这种朝会当中啊，其实比较无所谓，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通常呢是会选这种花点资源啊，但是可以获得
比较好的这种 buff 的这种选项，但是我现在呢这个流程当中需要保留自己文化，所以呢选择拆毁。好，我们到了第二个，我们就迅速看一下了，不详细讲解了。一个中年人啊，不卑不亢，走到是一个廷臣，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然后呢，许多领主做宫廷工作，希望把他的才能，他是想要做一些什么？想当御用建筑师，我还要支付给他钱。我还要花钱让他去当这一个建筑师吗？其实不想要，我们现在钱比较少啊，留着钱。然后呢，这个是谁？我的封臣，一个伯爵啊，他说也想当一个廷臣，当御马官。我们让他当这个御马官呢，不用直接花钱，只是说给他付俸禄0.3。不让他当呢，他会降好感度啊，他本身好感度就不高。让他当御马官吧，加好感度，这挺不错。好，一次这个朝会呢，就有3个请愿。我们完成了以后呢，可以增加这个东西，可以看一下啊，增加这个正统性。好，我们完成了退出去啊，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正统性。正统性在这儿，这个界面呢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正统性是一个数值，现在是903，1007呢是下一个级别，下一个级别在这里是1007。然后呢，在这里有个小标啊，这个小标意思是说，我们的这一个重要的封臣们、强力封臣们以及封臣们会对我有一个正统性的要求，我的正统性如果太低，他们就会特别不满意啊，不满意了以后呢，很有可能就会造反，我们帝国就不稳了。所以呢，正统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尽量把它维持在我们这一些封臣所期望的这一个等级以上，每高一级都会对他们增加这一个威慑力啊、好感度什么的，所以这很重要啊，越高越好，这个正统性。所以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就要看到啊，如果它的正统性会降低啊什么的，千万不要选，都选那些可以增加正统性的。好，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在开局的时候啊，时间还没走之前，基本上该做的事情呢就做完了。但是最后我们在跑时间之前，还是要看一下我们远大的计划，我们做一个规划。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统一整个西班牙，建立西班牙帝国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自己啊，看看我们随便点一个自己的这个最高头衔，头衔是以大小往后排的，前面最高的，然后呢往下一点，往下一点，这样排下去。你看我们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是现在高亮的这片区域。然后在底下有这几个伯爵啊，我们长着这么多个伯爵领，都是我们自己手上的。我们直接点这卡斯蒂利亚王国，可以看到它的法理上属于西班牙帝国。我们看一看西班牙帝国，在这儿这么大一块啊，包括这几个小岛。我们呢这个头衔啊是需要被创建出来的。你看啊，这个西班牙帝国头衔没有被创建，现在没有任何人拥有这个西班牙帝国的头衔。然后呢，创建我们需要干什么？我们需要拥有80%这一片区域当中的伯爵领，那么呢，一共是70块，我当年拥有8块，所以我们要占领这些土地啊，把这些土地纳入我们的控制范围。然后呢，需要有1000块钱，同时呢，还需要有2个国王的头衔啊，这个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通常来说，就第一条比较重要，拥有70个伯爵领。啊，这比较重要，它达到了下面这2个呢，你钱攒一下就有了，然后头衔什么的也肯定就有了。但是呢，我们在点创建这个按钮的时候啊，可以看一下，除了刚刚他要求的这些东西，还有几个红色的，我们做不到。你看啊，这一条比较特殊，你看前面讲的什么帝国头衔1啊，什么王国头衔，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但是呢，额外还有一个是它里面没有提的，叫做在伊比利亚斗争解决之前不能成立西班牙啊，这就比较麻烦了。这牵涉到我们右下角这里啊，在这个区域呢，除了这个地图啊怎么着色啊，除了底下这个时间呢啊，还有这一块我们实行的计谋呢，在这里会有一个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一些大事件。我们现在所有西班牙这里的这些角色啊，你选择它开始游戏呢，就都会执行这么一个伊比利亚斗争。对于天主教这一些国家的人呢，这些主君呢，他们就是要进行一个收复失地运动。
也是伊比利亚斗争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它，看看这个事件。刚刚呢，我们看啊，在这个斗争这个事件结束之前，我们是不能建立西班牙帝国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完成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结束这个斗争。在这个斗争的界面呢，我们点击这里啊，查看斗争的结局。这个斗争呢，会以3种方式来结束，其中呢，维持现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它会有一些效果啊。这个效果呢，是西班牙帝国这个头衔被永久摧毁是不能建立的啊，就是维持现状，不能建立西班牙帝国的。然后缓和呢，是可以建立的，但是呢，它会强调文化融合啊。这个缓和，我们不走这条路啊，我不走这条路，我走另外一条路，我走这个武力支配，卡斯蒂利亚的支配地位。它呢，底下是它的要求，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啊，是可以，解锁西班牙帝国的创建，并且获得绰号征服者，并且我们家族可以获得很高的家族王，这些奖励都非常的好啊。但是呢，其他的信仰和文化角色呢，就会减友好度啊，这个我们无所谓，我们要收复失地啊，建立一个基督教的或者叫天主教的西班牙。看看底下的要求啊，这些呢是大项，我们看到1、2、3、4、5、6、7，有7个大项要完成。我们现在呢有3项是已经完成了，是独立的统治者，是伊比利亚斗争的参与方，这没有问题，天然就有的。然后呢，不存在其他独立的参与方统治者控制伊比利亚20%以上的土地，也就是说，没有另外一个独立者啊瓜分了20%以上的土地。比如说，我们后面如果说我们占了80%，另外20%在另一个统一的势力手上呢，我们也是不行的，一定要击败它。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比较复杂的还没达成的，这个呢是至少1项，这2项当中至少1项，要么呢是当前斗争阶段是敌意重重阶段，这个比较复杂，先不讲了。实际上呢，下面这个是比较好完成的，就是直接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地区，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全境啊，控制100%。然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等级是王国或者更高，然后呢，我持有卡斯蒂利亚王国已经达到了5年，这个你每次有一个新的国王产生，卡斯蒂利亚新的国王产生，都需要等5年以后才可以完成这一项啊，这个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然后呢，下一项啊，至少1项，我持有并且完全控制至少2个西班牙的法理王国，这个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再往下呢是这就不用管了，这个我们2个王国肯定没有问题，所以呢只要完成1项。再往下看，我的首都王国啊，现在是卡斯蒂利亚，所有的法理伯爵领都必须是卡斯蒂利亚文化和天主教信仰啊，这现在是所有的法理伯爵领啊。我们当前呢是7个伯爵领，然后有5个是天主教和卡斯蒂利亚文化哦，那么我们这个事情上就需要下点心思了。再往底下啊，至少2项满足，这个就很简单了，完全控制加利西亚。加利西亚呢，我们可以看看地图上什么区域啊，就这个区域。然后呢，这些啊，当我们占领全境的时候，肯定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大概定出了一个流程。我们的流程呢，就是占领全境，然后把卡斯蒂利亚的文化和宗教全部统一成天主教以及这一个卡斯蒂利亚文化。那么这个文化怎么转变呢？我们点右下角这里啊，看一看卡斯蒂利亚，我们有一个文化不对，你看，它这里是阿斯图尔莱昂文化啊，不是卡斯蒂利亚文化。我们呢看一下右边这里这个边栏，我们之前看了军事、朝廷还有决议啊，我们现在点开内阁。内阁呢非常的重要，它里面都是一些我们这个政府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些人物。好，那么此时呢，我们点开内阁以后，在这里财政总管这里呢，它可以执行任务啊。这里重点说一下吧，每一个内阁成员，你任命了一个人之后，在他的头像左侧这里是要执行任务，每一个内阁呢是一直都在执行一个任务的，就是高亮的这个。比如说现在呢，这一个我们的总主教路易斯，他就是在改善教宗的关系啊，他在这里执行这个任务。然后财政总管呢在执行这一个增加赋税，他有这些加成在这。我们的长喜大臣其实就是管这种内务和外交的啊，应该是管外交，这是管外交，这是管内务的，对。他呢是在执行一个处理外交事务啊，好像他也可以管内务啊，那就是内务和外交啊，它是一个相当于像
宰相还是像什么样的一个职务。然后军事这里呢是可以组织军队或者是训练将领什么的啊，间谍呢在这里干这些。实际上呢，这一些内阁成员啊，除了做任务之外呢，怎么任命他们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现在呢还没有涉及到，就先不说了啊，等后面涉及到了以后再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找到这个财政总管啊，点它这里推广文化啊，点一下，给这一块伯爵岭呢改变文化，改成我们卡斯蒂利亚文化。然后呢，我们先关闭啊，再点一下宗教信仰，可以看到呢，宗教信仰啊有这2个，不是我们的这一个天主教信仰我们呢就可以请我们的主教改变伯爵岭的信仰啊，需要5年时间，都需要非常久的时间啊。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角色他们的属性比较低啊，这也是呢我们任命内阁的时候要唯才是举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选啊，比如说重新选一个这个能力比较高的人。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交换，你看，这是我的间谍首脑，只有8的谋略。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一位呢，他是有12的谋略，但是呢，管理比较低。那我们就顺便交换一下吧，让他们俩交换一下。这样子呢，8年就只需要7年了，不需要那么久，这很棒。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应该是正式啊，所有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我们可以开始跑时间了。然后呢，加个速。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弹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是需要我们阅读的。这个时候呢，右下角时间这里会变成这种样子啊，这就是它系统自动帮我们暂停了。当我们处理完了这边的事件以后呢，它就会重新开始跑时间啊。看到上面小提示说，与法兰西国王腓力结为了同盟啊，成功订婚。看一下啊，订婚了，很棒。好，又弹出来一个事件。是为我们找这一个医生，宫廷医生。上面这个人呢是良好的称职度，下面糟糕啊，我们给上面50块钱吧。然后呢，国王桑乔，这个桑乔不是我们啊，先暂停一下，按空格键暂停。这个桑乔是阿拉贡的国王，在这里，他应该是我们，他是我们什么人啊？堂表兄弟。呵呵，也是一个家族的啊，他成为了族长。这个族长呢是跟这一个宗族威望有关。看我们这个宗族威望啊是灰色的，我们现在不是族长，所以呢有很多事情不能做。这个呢等后面再说，我们可以采取分家什么样的策略，让我们自己成为族长。我们继续跑时间。好，有骑士已经到达了。可以看一下这个骑士在哪里看呢？啊，在右侧的边栏工具栏这里，内阁的下方点廷臣。啊，这边打开了以后呢，这里都是我们宫廷当中一些职位啊，包括刚才的私人医生啊，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职位标签页的第2栏呢，是我们的廷臣，点这里。这个呢，就是说在我宫廷里面，就我们皇宫里面，现在有哪些人都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呢。一般会把宾客显示在最上面，这个小加号的都是宾客，我们可以花钱把他招进来。刚刚呢，这个阿隆索啊是进来的一个老练的战士啊，16点，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军事上面的技能，并且有强壮啊什么的。我们呢就点招募，25块钱，招募到宫廷。然后其他这个宾客咱现在没钱招啊，没有关系，他们呢会在我们宫廷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先关闭它。哎，不对，我们可以再打开一下看看，刚刚这个招募进来的，按照勇武值排一下，勇武值，刚招募进来的阿隆索，勇武值比较高啊，我们呢可以给他寻找一个配偶，这个寻找配偶呢，他38岁啊，给他找一个平民28岁的加利西亚的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跑时间。啊，接受了提议，很棒。现在再看我们这个什么骑士不足的那个同志就没有了啊。这个廷臣成年了，不错啊，14的勇武，16岁，给你安排一个婚姻。
我们尽量都让自己的廷臣嘛安排一下婚姻，这样子呢，他们会再生小孩，又是我们的廷臣，就这样如此往复，我们一直都有廷臣可以用，再安排个平民跟他结婚。好，太好了。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军事，已经招募到一半了，我们等这个军队再人数再多一点，再进行开战。继续跑时间。3月。哎，又有一个骑士到达，多明戈39岁，我们看一看他怎么样，这个人。重新调整一下排序，在这个地方啊，宾客，14的勇武，其他属性很废，算了，不要他，不要他。我们有钱的话，招一下这个23管理的招进来，然后呢，也给他找一个配偶，也找一个管理比较高。起码要13，这个管理高的啊，玛利亚，荷兰的玛利亚。继续跑时间。我们军队到85了，好，我们暂停下，把速度按个减号调成3档。等会我们要开战的话，最好不要是4的速度，那太快了啊。此时呢，我们应该存个档啊，存个档。我呢就叫成3吧。现在的这一个十字军之王3啊，它比较好，它不需要我们开铁人模式，也可以获得这个成就。所以呢，推荐大家在重要的事件之前都要存个档。好，保存完之后呢，就可以回来啊，准备一下宣战啊。那么这个宣战以及战争系统啊，才是 CK3 这款游戏和其他这种即时战略游戏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啊。它怎样呢？就是说啊，你不能无缘无故跟别人宣战，并且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点一下，跟我的兄弟勇敢者阿方索6世进行宣战。我点了宣战之后呢，它会出现很多宣战理由，我们要有这些理由才能对它进行宣战啊。同时呢，我们如果想要获得它的领土啊，你看有一些理由是不适用的，比如说什么边境劫掠，那我宣战了以后打完我就抢一波东西就跑了啊，是不能占有领土的。然后呢，如果选择斗争冲突这一种啊，你看这个呢是我们要消耗前程来进行作战的。然后我们现在的前程呢，只够点一块土地，啊，这时候大家可能要问了，那我点一块土地宣战，先开打了再说，打完了把它所有地方占下来，然后后面都是我的了，行不行呢？啊，这是不行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中世纪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讲法理，你没有法理呢，是不能占土地的。所以啊，你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啊，你一开始说啊，我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啊，这就你的法理了，选了这块土地，我要声索这一块地方。然后呢，你打完了以后，如果你要的更多啊，虽然你占了这些地方，但你如果打完了要的更多呢，所有人都不会答应啊，那你就被孤立了啊，甚至教皇可能把你驱逐出教籍啊，叫绝罚。绝罚了以后呢，大家都不推崇你了，就直接人生就废了，玩废了这个号。所以呢，这个游戏里也是这样体现的啊，不能随便拿。所以呢，我们就要选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宣称。比如说呢，我们有对莱昂王国的宣称，是因为啊，我们的父亲。我们桑乔2世的父亲啊，看看这个关系，这里叫做伟大的费尔南多1世，他呢曾经是卡斯蒂利亚、莱昂以及加利西亚3个王国的国王。那么呢，在他死之前啊，他不希望自己的3个儿子到时候因为争夺王位打起来，所以呢就没有选定唯一继承人，而是把他的3个王国呢就分成了3个王国，给他3个儿子一人分一个，这样子他想啊说，那我每个儿子自己都是国王了呀，头衔都是一样的呀，就没有理由再互相打了呀，就结成同盟嘛，对不对？多好啊！但实际上呢，事与愿违啊，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这一种冲突，就是一个王国对一个王国的冲突。历史上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就在我们现在的时间后一年1068年，桑乔2世发动了对莱昂以及加利西亚的战争。那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他是直接打赢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桑乔他的军事能力非常的强啊？因为在历史上就很强，是他统一了3个王国啊。但是为什么后面是阿方索6世啊，代表着这个3个王国啊，带领着这个叫什么呢？西梅纳家族啊，打回到这个托莱多，夺回历史上的首都
为什么是他呢？是因为桑乔二世啊，后面在一场围城战当中被一个刺客给刺杀了，当时才34岁啊，非常的年轻，而且呢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嗣。最后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阿方索六世。阿方索六世当时被软禁在一个修道院里面啊。这个桑乔二世被刺杀了以后，一死他就被放出来了，然后继承了王位，直接继承了3个国家，就非常的爽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架空历史当中，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啊。选择我的宣称啊。这里注意一下呢，对方是有一个盟友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是纳瓦拉的国王安乔。这个安乔应该也是我的一个什么亲戚啊？对，堂表兄弟，那是我的一个表亲，还是一个堂亲啊？好，所以我们到时候要注意一下，纳瓦拉是有个几百人的军队，我们现在呢2187打他们是有点不够打的，所以呢，我们后面的话可能会要拉这个法兰西下场，所以现在我们先宣战。宣战之后呢，先不要走时间，我们打开这个形势，直接召集法兰西国王加入我们的战争啊。但是呢，召集他来作战啊，我们是需要消耗350点的威望。我们现在威望只有300点，所以等会儿呢会变成个-50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接召集他。除了召集他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提升一下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可以通过这里啊创建勋号。这个勋号是什么呢？你也可以从军事这里把它打开啊，在这儿。这个勋号呢，是可以给骑士能够继承的一种头衔。这个头衔啊，它可以通过骑士在战场上进行作战，积累经验，不断的升级。升级了以后呢，可以加强这个骑士的能力。但是呢，创建它呀，是需要消耗我们的威望的。咱现在威望本来就不够啊，所以呢，这一步啊，现在暂时不做啊，暂时不做。等我们后面威望高了再做。因为第一场仗呢，其实并不是很难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好，再下一点呢，我们打仗嘛，需要有军队。那么军队怎么召唤出来呢？我们的军队啊，同样是打开军事，需要通过下面的这一种集结点啊，才能把这个部队给集结出来啊，不是召唤。这个集结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呢，大家都还在各地啊，该耕田的耕田啊，领主呢也在各地该享福的享福。然后我突然说啊，我要开战了，然后我的军队要过来，我首先要送信给大家，然后大家得知道去什么地方集合。那么这种集结点呢，就是这样一个集合点。我们可以创建很多的集结点啊。一开始我们国家小的时候只需要1个就行了啊，等后面国家大了以后呢，就可以分布在国家的各个地方啊。它的原理呢也很简单，你的农民嘛，原本都在各个地盘上，它跑到你的集结点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如果你国家大，比如说我在国家这么大，都是我的国家。然后呢，我的集结点在东部，那么我的集结总时长、消耗的总时长是根据最远的那一波人他什么时候到达。所以呢，我这一边的人其实都已经集结好，可以开始打了。但是呢，因为远的地方人还没到，所以他只能继续停在这个地方进行集结，这样的不经济。所以啊，通常会在这个整个国家当中均匀的分布一些集结点，这样子呢，我们每一次啊就可以让每一个集结点更快的拥有一个成型的军队啊，成建制的军队，这样就方便于作战。好，废话这么多，咱们直接点击这一个集结点，然后集结全部军队。另外提一点，这个集结点是可以移动的，它移动按钮在这儿啊。好，我们这一次集结呢需要3天的时间，咱直接走时间。好，集结好了就立刻暂停啊。我们看到敌方的这个部队呢也集结好了，并且往上走。此时呢，我们可以点选我们的兵牌，选中我们的部队，走到这个上面去。但在此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部队的信息。在这里，除了兵种构成以外啊，比较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是补给。每一支部队呢，默认的最大补给是100。然后呢，在你处于自己的领地的时候，或者是占领的敌人的领地啊，就是友好领地吧，属于友好地盘的地块的时候呢，它是每个月会进行增加的。但是啊，如果说，比如说我这样子啊，选中了部队。鼠标呢放在这个地块上，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信息叫做补给上限。比如说这块地的补给上限呢就是4550。当我们的部队规模啊超过了4550人站在这个地块上的时候呢，即使是自己的地块也不能再补充我们的补给了，它就会减少补给啊。这就是这个地块供的已经不够吃了，所以呢没有办法给你这个随军的补给啊进行增加啊，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补给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欠粮食了，补给不充分了，对战斗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劣势。所以呢，这是大家需要时刻去关注的。好，那咱们呢就继续走时间，让我们的部队去碰一下他们。好，法国国王加入战争啊！注意看一下，对方的部队看我们要过去啊，他就逃跑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目的地，只走到这儿。这时候再讲另外一个点啊，就比如说看这里啊，我们的这个箭头，刚刚呢一开始是黄色的，像它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呢是可以更换我们的目的地的。但是呢，一旦它走成这个样子啊，走成白色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取消我们的目的地了。比如说我现在说我回来，我不走了，它不行，一定要走到下一个目标地块，然后呢才能再返回啊，这就这里面一个原理。那么它什么时候变白呢？其实就是看我们这个箭头啊，它外面有一个虚的框，然后里面呢有一个10条。当这个10条走过边境的时候，就说明你的部队已经跨过边境了，这个是它实际所走的地点啊。跨过边境以后，想要再回头，就必须先走到下一个地块再回来了。好，这就是这个行军相关的一点。然后啊，咱们就可以看看能不能走过去。好，这样子呢，我们就跟他对上了。来，打一仗。好，对方会有这一个增援过来啊，但是呢，他不一定赶得及，所以呢，我们先在这边啊，看能不能速战速决，顺便观察一下这一个作战面板。可以看到作战面板里面很多内容啊，左边是我方将领，右边是敌方将领，然后呢，最重要的部分啊是这2块，一个是这一条，这是军力的对比以及形势的对比，蓝色越大说明我方的形势越好啊，并不是说我们兵力少就形势一定差，它是一个综合考量。另一个呢是这儿，现在是0啊，它是一个优势的一个体现。比如说像我方的优势呢，是因为我这一个将领军事才能加了25，并且呢我们是国王御驾亲征，又加了5。然后每一天呢，战斗当中的每一天啊，它会有一个骰子掷一个0到20的数，这样看一下，是每一方都会掷这个战斗骰。这一回合呢，这一天呢，我方折了个4，对方折了个9，所以对方的优势稍微大一点。我方的优势呢稍微低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凭借着绝对的军力优势啊，应该是可以打下来的。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他的部队刚到这儿，哦，他并不过来啊，他并不过来。好，这样呢，我们就打赢了第一场仗。刚刚大家看到啊，在对方兵力为0了以后呢，还会有一个又显示出对方所有的部队啊，然后在这边减数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其实就是说啊，我们双方在作战的时候，其实不是直接杀光敌方所有士兵的，而是呢打到对方所有士兵溃逃。所以你当时看到减少的那个数字啊，其实是溃逃的数字，其中包括一定数量战死的士兵。然后呢，在对方全部溃逃以后啊，就判定为对方失败，失败的那一方呢就会逃跑，然后胜利的这一方就会追击。追击呢有3天的时间，在这3天的时间之内啊，你可以额外对对方的部队进行击杀。好，我们看一下上方这个战报，每一场仗打完都会有这个战报。上一场仗呢，我方啊在这里实际死亡27人，对方实际死亡280人，这一个交换比是非常重要的啊。在一场这种比如说你跟敌人势均力敌的这个军队数量，或者甚至说你的军队数量比较少的时候，要想看啊怎么这个战场能不能奠定胜局什么，很多时候是依靠说你在单场战斗当中这个交换比有多高。我们先前是一个1比10的交换比啊，这个是大胜啊，非常的可观。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走过来攻打他的这个首都。大家看到法兰西的军队已经过来了，我们的援军。这里呢还有一支敌人的军队。再一点呢，你是看他这一个溃败的队伍啊，它会变成这个状态，它会一点点往下走。它要走到什么位置呢？它要走到一个友方的领土，离我方离着它这个战败点比较远，一个友方的领土，它才能恢复士气啊，重新进行作战。所以呢，是给了我们一定的时间在这里做我们该做的事儿。好，我们现在攻城，攻城呢也有攻城的界面啊，看这里，这一条呢是攻城的总进度，当它走完，这座城就攻下来了。然后底下呢显示它现在预计啊还要攻多久啊？现在呢是最多持续10个月。
其实实际上是不会到10个月这么久的啊，因为呢，它每20天啊会有一个围攻的事件，这个事件呢有时候会增加这个进度，有时候呢会把城墙打出缺口，啊，有这样的一些事件可以增加我们这个攻城的速度，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先在这儿，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这个自己的部队，我们攻城没有必要所有人都留在这儿，什么骑兵啊什么的。包括重步兵啊，这些对攻城帮助不是太大，主要是攻城武器比较重要。好，然后我们可以点这个按钮啊，留下攻城部队，其他的人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好，我们往下走，赢一下这支部队，打他。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他进行战斗。好，他要过来支援他，你看，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跟他硬扛。哎，他不过来。哦，他是想去打我的这支部队，那咱不给他打，我们走。所以随时暂停很重要，要看到敌方的意图。好，我们跑掉了啊，成功跑掉。然后现在法兰西的部队过来了，我们就可以先停在这儿进行一个围攻。啊，他要上去吃我们这支部队，我们呢就。法兰西部队一起汇合，好，就像这样。看看这2次战报，一次27、146、98、400啊，都是2次大胜。啊，当我们多个部队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单独点这个兵牌啊，就可以切换不同的部队。我们下面的这一支呢是攻城部队啊，继续过来，啊，自己主力部队呢去这里，然后看到我们只有1000人，对方2000人，他这里预判我们的形势呢还是会大胜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在我方的领土上，敌人如果攻击我方的城堡，那么呢，我方的军队即使是后踩进去的，它也被视为啊是依托着这个城堡进行一个防守，所以呢。这里会有防御性的建筑，它的一个加成，这个加成是很高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更高的质量啊？是骑士提供的，以及我们的这种士兵，这里的这一些正规军提供的这种质量。然后呢，还有更多的兵士克制，以及更好的将领啊，这个就增加了非常多的优势。我们可以凭1000人打赢他的2000人。好，我们继续。哎，这个法兰西军队还跟过来了，那咱就更加赢定了。啊，毫无悬念，看看这一场，哇，全歼敌军啊！看看我们现在战场的形势，在我们的右下角呢，这里是每一场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都会有这么一个战场形势的，叫什么呢？信息面板。我们在这里啊，通过战斗。稍微说一下吧，这一个战场的形势界面，战场形势界面呢，中间会有个条，这个条会从-100到正100，到正100的时候，你就可以强制要求你所有开战时所进行的这种宣称以及要求。比如说我们点击强制执行，就会获得所有我们想要的这些伯爵领，我有宣称的伯爵领。投降呢？就是会放弃你的宣称啊，这打败了我就以后再也没有理由再用同样的这个宣称跟他开战了啊，要放弃这些宣称。无条件和平呢，就是什么都不改变啊，直接就和平了，不打了。好，那么你要想让对方同意无条件和平啊，可以看它的基础不情愿值是-30，我们要让自己的优势达到30，对方才有可能接受。而强制呢是一定要达到100%啊，基础不情愿值是99，我们达到100才有可能让对方同意。那么这一个战场形势的得分呢是怎么来的呢？它就分为好几部分啊，一个呢是占据目标提供的战争分数，比如说我现在啊宣称是要获得所有这些伯爵领，那我要占领莱昂全境，这个地方的积分呢才会开始往上加。同样的，当莱昂全境啊都还是对方手里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会对我的一个负分呢，每个月呢可以往下降。第二个呢是这种战斗，战斗就是军队碰军队啊，这种打仗。
战斗当中呢，最高只能获得50分，你不可能纯靠战斗啊，就是说我屠光对方所有军队，纯靠战斗赢得战争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它给一个限制，最多50%啊。再下一个呢，就是占领地产，我们现在还没有攻下对方任何的城堡啊，所以呢，我们去攻一下，多攻几个城堡，这样呢可以让这里提升更高一些，我们就可以达到100%强制执行要求。最后一个呢是俘虏提供的战争分数，比如说对方的国王啊，如果我们俘虏了他，又或者说呢是对方什么这个皇子啊之类的，但他没有啊，俘虏了的话呢，也可以增加很多的这个战争分数。好，那咱们继续跑时间，可以加个速啊，稍减一下看看，对方想干嘛呢？又想过去，我们去会一下他们，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啊，一定要把他捉住，不要让他跑了。打赢他毫无问题。又是场歼灭战，我方只死亡了2个人，继续加速。有时候战争中呢会出一些这种事件，我们通常都选择效果最好的。看下面3个啊，都是会降什么友好度，但是呢给2名我们的将军、军事统帅和骑士增加他们的一些能力，增加一些 buff。但是呢我们选第一个，同时也会给自己增加，并且不降友好度，这是来源于我们很高的军事能力。看这边围城，强攻。哎，当这个城堡啊，它的城墙被攻破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强攻。强攻呢是每一天都会减员，但是增加非常多的进度。比如说现在还要持续36天，我们如果强攻，这就只要9天可以打完。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缺这个时间啊，再多打1个月没有问题。敌方的盟友加西亚20，我的另一个兄弟也加入战争啊，那不管他，我们先打赢这一场再说。看看，好，占领了对方的首都，抓捕了俘虏，并且缴获了宝物，很棒。然后我们框选同一个地块上所有的军队啊，点击这里可以合并军队。哎，等等，到这来。攻一下这座城堡。好，这个人跟我缔结友谊。我们通常不要和这些年龄太大的人缔结友谊啊，因为我们的好友死的时候会增加压力，所以呢，赶走他，让我们静一静。好，对方的部队根本不敢过来啊。他们想夺回自己的主城，那我们继续留一个部队围攻，然后上去。哎，这是什么？抓到一个神秘的盗贼，这个事件。我们在这里呢，如果让这个盗贼给我们钱、给我们好处，或者是去骚扰其他什么人。有可能给我们增加压力，因为我们有勇敢特质啊，去干一些这种蝇营狗苟的事情，咱不愿意做。所以呢，现在最好的就是我直接杀了他，然后还让这个对方一个埃米尔对我们友好度增加，这也还行。好，我们到这来进行一个作战。我们这里优势非常大，但是呢，对方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等法兰西的联军过来，才可以占据绝对的优势。OK， 我们看一看啊，现在是为什么占据了42，是底下这座城攻下来了，看一看，攻下了这2个地块，这场战斗再次胜利，并且呢又抓捕了俘虏。好，我们现在的优势达到了100%，可以强制执行要求。
我的兄弟就成为了一个流亡者，看看，成为了一个流亡者。他失去了头衔啊，然后我们先暂停一下时间啊，暂停之中呢，先解散掉我们的军队，因为军队在集结的时候会消耗非常多的这个每月收入，是要持续支出的。我们最后一场的战报，我方损失280，对方667，可以。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下这个战后的一些布置。我们战后要做什么呢？首先啊，要看右上角这里，我们的直辖领地超限额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个角色现在呢，因为自己的身份啊、文化以及他自己的管理技能，最多呢只能直接控制5个伯爵领。但是呢，我们现在有12个，这个就超了太多了。超一点点，比如说你6个还可能可以扛一扛啊。那么你每超一个这个伯爵领啊，我的这一些所有人啊，我的所有封臣和廷臣们对我的友好度都会降低10。也就是说，我现在呢超了这个7个，超了7个伯爵领，这样子呢，他们就会减70的友好度，基本人人都要跟我造反。所以呢，这个是绝对不行的，一定要把它分封出去啊。但是呢，进行分封这个有讲究了，我要把它分封给谁呢？通常来讲，如果我们孩子多，我呢是会在这个界面啊查看，我会哪一块地被在我死后呢被哪一个孩子继承啊？我找那个孩子，然后呢直接把这些地分封给他，这样子呢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没孩子，这就很尴尬，所以呢，我就会需要做一些操作。做这个操作的目的啊，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决议啊。这个决议这里叫统一西班牙各邦。做这个决议之后呢，它有什么效果呢？效果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拥有卡斯蒂利亚王国以及莱昂王国2个王国的头衔，咱们呢是一个双料国王建立了这个卡斯蒂利亚以及莱昂联合王国但是呢，在我们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多个儿子，这2个儿子呀，或者多个儿子就会平分这2个王国，他们的头衔就平齐了。头衔平齐之后，就互相不能统治对方，就是2个势力。这样子呢，就是国家裂开了，就像咱们的爹老国王费尔南多一样，导致这个国家裂成了3块。咱们呢，肯定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决议统一西班牙各邦，它呢就可以摧毁除了我们主头衔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王国头衔，比如说加利西亚王国、纳瓦拉王国、莱昂王国，都会被摧毁掉。这样呢，所有这些伯爵领都归入到卡斯蒂利亚这么一个王国底下。在我的孩子在继承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让我们国家裂开了，因为即使我再多的孩子只有1个孩子可以继承这个王国的头衔，其他孩子继承的都是其他的一些什么公爵伯爵这些头衔，他们呢还是得跟这一个国王进行效忠。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决议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它可以让我们在继承的时候省去很多的麻烦。但是呢，它也会带来一个坏处，它的坏处就是会把这4个国家所有的伯爵领都归入到卡斯蒂利亚这一个王国底下。然后我们还记得之前说的这个斗争要完成这一个伊比利亚斗争里面这种方式，这一条会需要让我们的卡斯蒂利亚王国所有的法理伯爵领都具有卡斯蒂利亚文化和天主教信仰。当我们执行了那个决议之后呢，所有这一些伯爵领全部都是卡斯蒂利亚，都需要满足天主教这天主教比较好满足了，很快就可以达成。但是呢，文化可以看到只有卡斯蒂利亚王国现在自己这里一块是小小的一条是卡斯蒂利亚文化，其他这些地方都不是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坑爹。我们呢就会需要在这个分封的时候做一些操作让这一个文化呢提前开始做转变。除了让我们自己的内阁在这里进行转化，还要让我的封臣们也帮着我一起进行转化。好，这怎么操作呢？首先我们需要在廷臣这里找一个男性，因为这个西班牙的文化是不能给女性封地的，所以找一个男性的廷臣。你可以吗？找个年轻一点的，不要年纪太大。55岁不行。好，这一位，我的廷臣。好，他没结婚我们给他安排一个配偶，安排一个加利西亚的配偶吧。我们先走一下时间，等他答应这门亲事。答应了之后呢，我们就给他授予头衔，分封下领地，看加80点的好感。
持续50年。现在它是加6的好感。并没有加到80点，加的比较少。那我们再多分封一块，我们需要让它的好感度达到50以上，再授予一下。好，这里100了。好，封了4块给他。封这4块给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他，因为好感度很高嘛，给他下达这个封城指令，让他推广文化。他呢就会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他的领土里面去。这个的好处在于啊，你看我们的内阁啊，需要5年的时间才能给一个伯爵领推广文化。那么呢，如果我们要一块一块自己推广，推广非常久啊，每块地5年，推广多长时间？推广上百年，几代人。但是呢，让我的封臣们一起去操作啊，那么5年呢，我有一个封臣再推广，就可以多推广一块地块，每多一个封臣呢，就可以多一块地块，这个就非常的棒。好，然后我们再去找其他人，以此类推啊，再去找一下，看看呢。再找个这一位，28岁，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很不错。授予头衔，先授予这一块儿，然后呢，不能再授予了。但他现在友好度不够高啊，那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个拉拢一下，看看啊，主教已经拉拢够好了。+1了，我们对他进行个拉拢，这样等他的这个好感度上去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再让他把这一个地块变成是我们的卡斯蒂利亚文化。好，现在我们还缺2个地块就可以满足这个上限。再找一下人，看一下这里啊，我们倒是可以把下面这块领土呢授予给他。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里公爵头衔上面这一个地块啊，它跟坎塔布里亚它不对，不是坎塔布里亚，跟上面这个阿斯图里亚、德桑蒂斯利亚纳，它呢是一起的，同属一个公爵领，所以呢把它封给他，后面呢再封他当个公爵，这样友好度提升的很高啊，这就非常的不错。我呢也是推荐大家在封地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同一个公爵领当中的这些伯爵领呢封给同一个人，这样子可以避免后面他之间互相攻伐啊。虽然也是防止不了，他还是会打，但是呢可以稍微的化解一点。这之后呢，最后我们还差一个地块，这个地块其实是莱昂这个伯爵领当中一个小男爵领，在这儿啊，塞阿，咱们呢再找一个人。他也是卡斯蒂利亚文化，21岁，找一个配偶吧，找一个16岁的玛利亚。好，然后呢，授予一个男爵领给他。这样子呢，咱们就完成了所有直辖领地相关的这个分封。之所以留一个莱昂在这里啊，是因为我想把莱昂稍微建立一下。莱昂的发展度应该是不错的，12点。比我们先前这个9点要高一些。好，这样子呢，我们再让这个军事统帅在这对莱昂进行一下治安提升，然后再让我们的长喜大臣，这长喜大臣的属性太差了啊，可以换一个。看看，这一位强力封臣非常不满意啊，换这一位。然后财政总管没问题，军事统帅呢？军事统帅没什么问题。间谍首脑呢？间谍首脑也没什么问题，10。等我们后面有更好的一些人才之后啊，再进行替换。先就这样子。好，然后咱们现在呢还有一些钱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操作，在我们的军队当中，给我们的部队提升一下规模。由于我们后面呢还是继续要和这个北方基督教国家进行开战，我想先统一北方，所以呢他们的军事特点啊是很多的轻骑兵，我呢就会需要优先提升一下我们这一个叫长枪兵它的规模，好，提升2次，这样我们的部队又可以再加200人。之后呢我们就跑一下时间吧，
同时呢，把这个部队驻扎一下。这个驻扎部队啊，它是会提升它所驻扎的这个伯爵岭的防御力。其实呢，我个人感觉没什么太多用啊。我们也不可能说敌人都来了，我们部队还不出战啊，继续驻扎在这儿啊。但是呢，既然它提示我们驻扎，那就驻扎一下。好，我们刚刚的战斗啊，其实捉了一些囚犯在这里，有一些是高价值的囚犯。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再处理一下，让后面走的这个时间啊，他让我把这个姻亲兄弟是他的老公啊，他要把他赎出来。好，同意。然后呢，这边有一个事件是有一个我的封臣要过来跟我干什么呢？表忠心啊，很棒。这种表忠心的事件非常棒啊，我们可以增加威望，以及一些很多其他的属性。好，那再看一下呢，这里有一个可以赞助的角色，灵感项目制作一个瓮，制作瓮就算了。啊，他刚刚制作的那种道具呢，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旁边有个宝物栏，可以看到呢，咱这里啊有一个卡斯蒂利亚的一个王国冠冕，就是王冠，咱可以戴上。同时呢，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啊。好，现在有一个召集战争，咱先讲完这里啊。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比如说什么礼器啊、盔甲呀、宝物啊、这个什么武器啊之类的，都可以给我们不同的这种加成。我们呢是可以在决议当中委托人去制作宝物的，但是前提呢会需要我的宫廷职位当中有这个谷物研究官。这个宫廷职位啊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加成，但是呢会需要花钱，它是有月俸的。所以呢，我现在是只找了这个御马官，提升我们骑士的战斗力以及旅行速度，包括骑士数量，以及私人医生是防止我们生病的，这两个比较重要啊，可以先放在这。其他的呢，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等到我们后面有孩子以后呢，可以任命一个教师什么之类的。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除了刚刚说到的我们随身可以带的这一些道具之外呢，在我们的朝廷当中，第二个标签页这里，我们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宫廷宝物可以用来展示，比如说大型强势这里有我们这个西梅纳家族的旗帜啊，都给它放上，都是有各种各样加成的啊，威望加成、宗族威望加成，什么显赫度啊、赋税贡献之类的。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些什么圣物放在这，可以增加我们的虔诚，非常有用。好。然后在我们的御座厅啊，时不时会有这种事件出来，我们就点一下处理一下。御马官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选这个好感度降低10，宫廷职位俸禄加50%，是御马官称职度加10，它本身有多称职嘛？这个少加点如何？让它降好感度吧，咱现在比较缺钱，前期的时候。好，刚刚是我们的一个朝贡者啊，他被宣战了，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战争，反抗他暴政的，多少军队呢？830，同意吧。那咱们同样集结军队，我们现在呢处于2场战争的中间啊，我们是下一场去打这个加利西亚王国。2场战争的中间呢，我们可以练练兵，带我们的部队过去一下，看看他打谁。这种都是一些什么？好，我现在获得了一个这个军事技能点，咱们呢点一下正义之战，降低一下我们的宣战费用。我们现在威望也不高啊，下次要招盟友加入战争的话，还要花费很多的威望。然后我们的钱呢，现在先攒着一会儿。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钱的收入非常低啊，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军事统帅现在执行的任务呢是提高伯爵岭的控制力，并不是组织军队。组织军队呢可以减非常多我们集结出来的军队它的金钱消耗，这一点呢是比较重要的。好，我们可以稍微把速度提高一些。然后国王
加西亚二世被囚禁了，被谁囚禁了？哦，是加西亚。我加西亚兄弟把另外一个兄弟阿方索囚禁了，好吧，阿方索都已经流亡了，你还囚禁他，做个人吧。好，我们到这来看能不能打他，打不赢，那就在这攻城吧，加到5倍速。哦，稍等，这个地方敌军占优啊。好，阿方索被放出来了。哦，在这打上了。好，看起来我们竟然占优。本来说我们可能会输的，但是呢，实际打上才发现我们竟然还是占优的。那继续过来这边。好，战斗胜利，我方损失72人，对方损失581，这个还不是我亲自御驾亲征，我们换成自己啊，御驾亲征。好，然后到这来再跟敌人打一下，他应该是跑不掉的，他要上山。好，那边先不看了，肯定赢定了。啊，这个时候呢，把这个长喜大臣的工作内容啊转换一下，让他处理国内事务，这样子呢可以给我直属封臣增加很多的好感。好，这场战争胜利，我方一个人都没有死，我们是斯巴达呀，真的是。好，到这来攻城。然后看一下战场的形势，我方提供2000的士兵，对方还有1200，然后我的这一个朝贡者呢1000多的士兵，感觉好像他靠自己也能打赢了。这个攻城需要多长时间？14个月，有点久啊。而且我留不下攻城部队，这里的这些城池呢，守军都非常的多。我觉得我还是不寻求攻他的城了，不攻城了，我们走，我们去打野战。他还敢侵入我的领土啊，真是胆真肥！我的姐妹死亡。这些随机事件呢，大家预见的应该会和我不太一样啊，但是没有关系，这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一些决策啊。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囚犯，要求一下赎金，增加一下咱们的资金储备。后面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资金啊，去构筑一些公国的头衔。好，我们现在有250块了，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头衔。我们把军队拉回来，他这边应该不太需要我再去给他做一些什么支援了，我们解散军队。3个月的时间返回家乡。好，订婚者可以结婚。已经结婚了。有时候会出现这种 bug 啊，就是我点了以后呢，对方已经先同意了。好，结婚庆典，我跟女王艾玛结婚了，其实就是法兰西的艾玛。整个领地期待我们一个奢华的婚礼，但是没有举办婚礼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收钱啊。如果我们不收钱，就加威望；收钱就加钱。咱现在缺钱，威望的话涨得非常快，很容易搞。好，暂停一下。经过上一场战争呢，我们看一看家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哎，还是有的。这一位伯爵，他呢友好度也上来了。我们下一个封臣指令，推广一下咱的文化。好，然后呢就可以筹备一下，对加利西亚王国进行开战了。在此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我们的女王艾玛，她呢会给我们一些属性加成，根据她自己的属性，我们如果选择协助统治者，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她给我们每一个属性都有一些增加啊。如果你的这一个配偶啊属性非常的高，他协助统治者这里的时候呢，这种均衡的增加会非常的可观，可能可以每个都能加3、加4这样子。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呢，让它在单一的一个属性上给我们增加。比如说，如果要增加谋略，它有10的谋略，就可以给我们加5，差不多应该是加1半左右吧。宫廷政治是外交，外交的话它有5，加1半就是2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加成。我们呢有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啊，给我们进行一个加成。现在呢，我就选择这个比较均衡的方法。好，那咱们呢现在先构筑一个头衔吧，比如说莱昂公国和卡斯蒂利亚公国、坎塔布里亚公国，阿斯图利亚，我们构筑个阿斯图里亚公国吧。这样需要250块钱，但是呢，增加我们的合法性，我们合法性还差1点啊，就可以到4了。我们构筑了这个公国之后呢，可以直接把它封给这个人。他是卡斯蒂利亚文化，我们看看这一位，他是阿斯图尔莱昂文化，所以呢，我们让这一个人授予他阿斯图里亚公国。这个阿斯图里亚公国呢，包含这2个地块。授予他之后，他的这个封城任务啊，推广文化就会在这2个地块一起推广，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然后他这个呢，就会在这个地块进行推广。好。我们再到军师这里呢，给自己的这个工程部队增加2格规模，还有80块。好，时间加到最快。我们的71岁的间谍首领嘛，这是告诉我有人想谋害我的宾客多明戈。这个呢，就是他作为内阁啊，这个中断计谋的这个任务，他所执行的一个效果。好，我们现在有比较多的威望，可以去做一些决议。这个不要交好友。我们看一下招募宫廷职位，旅队主管招一个。好。好，我们现在面临瘟疫了，赶紧把速度降下来一些。暂停一下，跟大家讲一下瘟疫啊。这个瘟疫呢，在经过改版之后啊，已经没有太可怕了啊，但是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是有点可怕的。现在呢，这个瘟疫啊，它是从加利西亚发起起来的，我们把地图缩小就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在这个位置，瘟疫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领地里面有没有瘟疫，以及邻近的领地有没有瘟疫。当邻近或者自己领地中出现瘟疫的时候呢，它就会弹这2个决议啊，让我们可以封锁首都以及隔离避世。我们就选择一下封锁首都，然后隔离避世。咱的这个正统性降低了呀，因为封锁首都的话会降低我们的正统性。那没有关系，我们先不管。好，我们刚刚找了医生嘛，医生来了。那么面对瘟疫或者你自己生病啊，我一向最推荐的都是让这个医生啊，他的这个称职度，只要还是看看他的称职度只要还是良好的，我们呢就直接选择温和措施，它是最大概率可以给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军队主管，2个人都是良好，我们选哪个看看？选下面这个吧，伊什托凡。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派系啊。好，刚刚这一个面对瘟疫的这个医生，我们获得了轻度防疫，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提示我们有了一个危险的派系，这是什么呢？这个是有一波叛军啊，他们呢不爽我们，所以呢有可能会叛乱，在这里集结军队，11个月以后会爆发。那我们现在呢就先不去开战，等一下他。好，这个底下刚刚我们朝贡国，哇，这底下的瘟疫这么可怕。刚刚我们朝贡国自己的战争呢算是打赢了，我们解锁了一个点数，点一个帕提亚战术，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军队更加的坚韧。好，有人想支付赎金啊，我们都同意啊。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囚犯当中有没有一些能人异士，属性比较好的。
这有一个17军事，还算不错，我们可以对他谈判放人。哎，还是不能雇佣他，这比较讨厌，那就算了，不放了。这位加奇亚13，谈判放人吧，招募他。啊，这里又有一些事件啊，我们选一个这个稳妥的，增加友好度并且降压力。好，潜在同盟看一看，加西利亚国王他不会跟我们同盟的，我还要等会儿要去打他呢，所以不跟他同盟。那我们继续走时间，6个月后最后通牒，然后有一个自由权系是谁呀？自由权派系是这一位，我们可以不管他，他在这儿。索里亚，好，这应该是瘟疫，我们首都这边的瘟疫快要结束了。我们可以花钱获得一个领地加成，可以看一下这领地加成增加民众好感度。如果我们不使用呢，会降低我们的正统性，那还是花点钱吧。咱现在钱也不缺。好，看样子这个瘟疫快要消了，我们就结束地势隔离。隔离的时候，我们身上会有个 debuff， 其实不太好。4个月后发出通牒啊，这有个事件可以让我们获得激进的进攻者。这个特质呢，可以让敌方战死士兵增加10%，这是很棒的。啊，这个是瘟疫终于从我们自己的领地结束。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花钱，然后给我们的领地增加一个发展度增长，这个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们的兄弟得麻疹，因为我们这个领地当中啊，得瘟疫的时候呢，发展度会降低，发展度就牵涉到我领地可以收多少钱，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啊，说是谁呀？谁得了这个麻疹？看来不是加西亚，那应该是阿方索，很有可能阿方索得了麻疹，那就没有关系了，让他得。我们继续走时间。阿方索他病好了，多么不幸，因为是仇敌啊。好，现在这些农民他们造反了。这个事件呢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基督徒他创建了一个新的非基督教的宗教。好，我们在这里呢召集一下军队，先把上面这个打了。这种农民起义啊，他们的首领军事能力都很强。我们这里换一下，换成自己，换成我们自己呢，优势就非常的大。看一下我们的优势非常之大，而且应该是全歼敌军。这种农民起义军他没有办法逃跑。这里是谁？这里的一个伯爵要给我军事援助，你有多少兵？500多兵，不需要。好，上面的这个镇压了，再去下面。提供军事援助不需要。好，强制执行要求。这样子呢，我们就关注了2个应该是军事能力很强的人，看一看。一个是18点，这个呢10点，刚关的2个是谁呀？可能就是这一位，18点军事才能，我们把他谈判放人，然后招募进来，并且他有14的勇武啊。下面这个人呢7的勇武，他就算了，他不太行。好，我们解散军队，看一下主教完成了改变伯爵领信仰这个任务，我们继续让他改造这个伯爵领的信仰，改成我们自己的宗教。OK， 再看一下这个派系就没有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次保存一下游戏，之后就可以准备看看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准备呢
跟我们的兄弟加利西亚王国开战。我们现在是有2600的军队啊，最高2679。好，那就找到他，看看他现在的盟友啊都有些谁。他没什么盟友，咱们直接宣战，或者能不能找他决斗呢？看看，因为我们跟他是仇敌啊，可以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接受度非常低，他的勇武比我们低，所以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挑战，那就直接宣战吧。现在看到我们需要花费的这个威望非常的低，使用我的宣称，夺取加利西亚全境。然后呢，召集一下腓力来，集结军队。好，看一下我们的军事统帅啊，放我们自己御驾亲征，从这个位置，敌方盟友加入，我们看一下形势对比啊。对方人数非常少，我们自己都能打得过。好，有一个咱的封臣过来献殷勤，很棒。他想进攻我的这一个男爵领，咱们呢就过去教他做人啊。好，这一位不需要再拉拢他了，放弃。然后看看还有谁是需要拉拢的。我们在廷城里面找一些，先招募这个人进来，卡斯蒂利亚，都招募进来当我的骑士。这位骑士9的勇武，给他找一个配偶吧，多少岁？39岁。这一位是8的勇武，23岁。你找一个配偶吧。好，他们配偶找好之后呢，跟他拉拢一下关系。后面我们把这个加利西亚打下来，可以分封一些领土给他。他就在这座山上防守啊，他觉得很稳妥。但是没有用的，他是骑士，我们的长枪兵是克制他的。文化推广完成，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内阁呢，推广文化完成之后，一定要让他继续去进行推广。好，然后我们从这儿，时间加速。从哪儿啊？他又是想从海上啊绕到我的领土上面去攻城啊，不管他，我们直接攻他这里的城。再看一下，留下攻城部队，然后去打一下他。看一下瘟疫，临近瘟疫。这个地方有瘟疫，我们稍微要小心一下，离首都有点近。提供军事援助不需要。来，这里继续攻城。2场战斗都是这样子的啊。看一下，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交换比，非常棒。瘟疫从领地消失，我们又可以再花钱进行重建。哎，重建一下，这个瘟疫刚来就消失了，就进来蹭了一下。好，我们让军队呢在自己的领土上待一下。我们军队只有在自己领土上的时候呢，才会进行补员。
但是好像我们现在总兵力已经满了。好，这座城攻下了，我们再去攻这座城。看看我们现在的优势。好，应该是再多占一座城就 OK 了。87，这座城有点废啊，比较小。好，在法兰西的帮助下，我们现在的分数已经达到了100%，可以强制执行要求。我们看一看，他有一个孩子，我们能不能把他的孩子作为质子要过来？要求他的孩子作为质子。他不接受，好吧，那就算了，直接强制执行要求，然后解散我们的军队，解锁了技能点啊，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个军事技能点啊，就不需要暂时不需要再点这个军事家这一边的，点一下服从权冠，因为呢，我们后面啊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和平的时期。不进行很大的对外扩张，最多可能打一个纳瓦拉，它呢非常小，它跟阿拉贡结盟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对这种刚拿下的领地增加控制力，所以呢点一下这个服从权冠，控制力增长每个月加0.3，这是非常有用的。现在呢我们这里有几块这个地，它是可以分封出去的，所以呢我们找到现在正在培养的这一位，然后呢可以把他这个计谋放弃掉了。然后呢，授予头衔，授予他这4块。其实这4块就是加利西亚公国了呀。好，授予了以后，他关系就跟我们很好了，给他下达一个指令，推广文化。然后加利西亚有个比较麻烦的呀，是这一位公爵，他呢是加利西亚文化，他是跟着他原本呢是我的兄弟的封臣，但是我打了我兄弟之后呢。他是不变的啊，他是直接对我效忠了，所以呢，没有能把他的这一个领地夺取到我的手底下来。你看，我对他是没有宣战理由，他是我的封臣。其实呢，我是可以强行剥夺他的头衔，但是呢，会让我形成暴行啊，所有人的好感度都降低30，并且失去100点的正统性，这个是有点得不偿失的。并且呢，他这个人的谋略非常的高，可以阻止很多的暗杀呀。所以我这里呢。策略就是还是应用它，让它成为我的伙伴。好，任命完之后呢，我们就再看一下，我们现在威望很多啊，就直接可以再创建一个勋号。招募一下，看这个人，市议长、理想主义者，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人？狩猎大师、万人迷、庞塞、枪兵队长，增加枪兵的规模以及长枪兵的伤害修正，这个不错。护从长枪兵，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给他创建一个这个勋号。然后他有继任者吗？他没有继任者，我们寻找一下。这个威望多了就可以用一下。然后看看内阁当中大家的任务，把这一些我们直辖的伯爵领。这种治安提升一下，莱昂治安也很低啊。好，那咱们呢，现在就是可以把目光放到最东边咱们父辈最后一个王国。为什么说是咱们父辈呢？之前不是说咱的父亲费尔南多是这3个国家的国王吗？他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纳瓦拉的王子，只不过呢不是大儿子，他老2是老3。所以呢，纳瓦拉的继承就没有给他，他是跑出来，他是小儿子，他是继承了卡斯蒂利亚这里一个伯爵领，后面他就独走了打下了莱昂，跟莱昂建立了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联合王国，这是咱的父亲费尔南多，伟大的费尔南多。那咱们呢就要恢复一下他的这一个，他父亲呢是我爷爷这一辈的纳瓦拉国王安乔3世他的领土，咱们呢对这一个纳瓦拉直接宣战。
然后呢，召集一下腓力加入战争，集结所有军队。好，腓力加入。这个纳瓦拉应该是会拉阿拉贡进入，果然阿拉贡加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军事对比啊，他们两个加起来才2400，其实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单打。想下海，你看他们。那我就直接攻打这里吧，然后将领换一下，换成我自己啊。刚才那个将领实在是有点废。我去攻击这里。刚刚看到他已经确定能走过来的时候，他在往这儿走呢，就来不及了。这里是块山地。好，这一次应该会是大胜。哎，找到了勋号骑士，继任者。暂停一下啊，这个是找到他，强制一下。然后呢，还有俘虏啊，可以索要赎金。他现在没钱，只有20块，那咱就不管他了。继续。哦，出现了瘟疫啊！我们看一下，瘟疫呢在这个底下。我的领地卡斯蒂利亚节爆发于这个位置。那咱们还是得封锁一下首都，然后自己再隔离啊，不用隔离，我们在军队里面，所以不需要隔离。我们来攻一下这座城。然后呢，留下攻城部队，我们主力过来，加个速，毫无悬念的胜利啊！这个是一点悬念都没有。哦，这里暴露了一个主谋，黑马是谁？一个流浪者，密谋暗杀我的骑士多明戈，可悲的恶魔。好，2场战报，这个交换比非常的可观。好，攻下了。敌方又有盟友加入，103的士兵不用管他，直接加速。哦，我得了麻疹，是这个地方闹麻疹吗？啊，然后让他只做必要的事。好，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37岁，然后有了这一个疾病症状减轻呢，应该是不太容易死的，死亡概率不高。啊，果然这个瘟疫闹得非常可怕。好，胜利。看能执行要求不？啊，他不会接受，他要失去自己的领土啊，所以不会接受了。强制执行要求，解散咱的部队。好，然后呢，先清除一下这些通知，再找一个我们的卡斯蒂利亚文化的廷臣。65岁，他是有子嗣的，先不选他。53岁，这是我的骑士，感染了麻疹，不知道能不能活得过这个夏天，还是往后找一找。啊，我的骑士们都是因为刚刚打仗啊，在这个位置遭受了瘟疫，太惨了。勋号骑士阿隆索，这一位呢，海梅，23的管理，这个人很优秀啊，封他吧。
分封，授予头衔，授予这一块头衔。好，然后再提升一下它的友好度，拉拢一下，希望他们早日痊愈啊，加速一下时间。啊，恢复了，你们也快恢复啊！结束首都隔离，现在还不能结束，现在这个瘟疫还是比较严重的。继续走一下时间。赠送礼物，这个人让他赔钱，然后这个人给我赠送礼物，接受。上面提示我呢，可以创建支系了。这个创建支系是有好处的啊。我们现在呢在西梅纳家族，然后西梅纳家族的家主呢是我的兄弟加西亚。这个家主啊，他有了孩子，所以呢就会由他的孩子再继承这个家主，我呢就很难当上家主啊，所以我就需要创建一个支系，让自己成为家主。成为家主有什么用呢？是在于底下这个宗族的族长只能是由家主们之间选出来，实力最强的那一个家主会成为宗族的族长。但是呢，我现在不是我的家主，虽然说我的实力最强啊，这么大的一个地盘，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宗族的族长，这个就比较尴尬，让这个阿拉贡国王桑乔啊成为了宗族的族长，所以呢，我就创建一个支系，创建这个支系，然后我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族。好，过了一段时间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西梅纳宗族的族长就变成我了，因为我的实力最强。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族长啊是怎么样去获得的。这个族长有什么用呢？除了说啊，我们在这里看，在传承这里，我们作为族长呢是可以点这些传承的，我们自己定义怎么点。除了这一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战争的时候花费这一个宗族的威望，去召唤我们宗族里面的成员过来加入我们的战争，也可以呢使用我们族长的这个权利，去把某些人的继承权、合法性全部给剥夺掉，啊，可以做这种事情，合法对他开战。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宗族的族长，他所拥有的这些权利。好，那么呢，咱们到现在为止啊，就把这一个卡斯蒂利亚北方的，或者说把伊比利亚半岛北方的这整个区域都被夺取下来了。这一期呢也时间非常的长啊，可以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呢就让这个桑乔啊好好待在家里面生孩子啊，这到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这可不行。好好生孩子，然后整理一下内政，然后呢再夺取一下阿拉贡和巴塞罗那以及这一个塞赖古斯泰这个小泰法，把这整个北方区域全部夺下来，然后再通过一场圣战啊，通过这一个十字军东征啊，实际上是十字军西征，来夺取下面这一块穆斯林地区的一些地盘。好，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攻略对你有所帮助呢，还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加转发。那么这一期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